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面具人，我有一说一啊，我没赚钱，为啥呢？因为没行情，不涨不跌的，而且呢，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涨了，你敢买吗？整个币圈现在都是照皇上说的算，你咋知道他花点小钱拉盘砸盘，不是为了爆合约，或者是吸引韭菜呢？这一点咱们等会儿再说。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咱们先来说一下啊，现在的这个币圈啊，整体的大环境，操作的空间几乎没有，或者说是只有一点点儿，因为涨跌都是照皇上说的算嘛。你看，他又有钱，他又有影响力，而且全世界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他也给买下来了，他和马斯克合伙买的嘛，对吧？而且现在所有的交易所呀、项目方呀，都给咱们皇上跪下了。等于说，他手里面又控制钱，又控制声音，还能控制所有的交易方的数据啊！他有所有交易所的交易数据了啊！你明白没？以前可能各个交易所还是各自为战，现在呢，全部被咱们皇上给一统江山了，亲王扫六合。那就在这种情况下啊，钱也是他说的算啊，声音也是他说的算，媒体也是他控制的。整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数据、大数据也都是他能看到的。那你说我们散户怎么可能从他手上赚到钱呢？哦，对了，我忽然想起来了啊，我要更正一下我昨天节目中的口误啊。现在币圈的市值就差不多只有6、7千亿美元啊。那么皇上想拉盘，拉上个3、5个点儿，拉上去再收割。他做多只需要花个最多20、30个亿就能撬动整个市场，或者是砸掉整个市场具体是拉还是砸，一切都是要看皇上的利益需求。我昨天口误把20、30亿说成200、300亿了啊，还得多谢网友给我留言的提醒啊。那目前整个币圈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如果说皇上觉得多单太多了，有收割的利润了，那皇上就拿出来几个亿砸盘，反之亦然。而且现在人家一统江山了，所有的交易所都得老实听话照做，你没办法，对吧？啊，你不听话就灭了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近面具人我反正是打算先休息一阵儿了，找机会看有没有什么风险可控的项目去玩一玩啊。现在币圈的风险是完全不可控的，或者说是不在我们韭菜手里面能控的啊，都是皇上控制的，都是皇上说的算。我说句实话啊，现在的币圈啊，还真就不如那个赌场的风险小呢。你至少在赌场啊，你输2把，你不想输了，你就撤，你就可以愿赌服输，对吧？那现在的币圈呢？你把钱给项目方了，买成币了。那你的生死就不由你掌控了，明白了没？而且币圈它现在是完全中心化、完全不公平的玩法啊！咱们皇上天天说去中心化、去中心化，结果呢，他把别人都打趴下来了以后，他说以我为中心，定于一尊，我来制定行业规则，皇上说的算。你说这不是搞笑吗？合着这个去中心化是别人对你是去中心化的，你对别人不能去中心化哈，你对别人要一个核心、一个思想，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是吧？都按照你的规则来。我跟你说，现在的币圈真就不如赌场、麻将馆了。你好歹你在麻将馆打个牌，洗牌、发牌，大家都是公平的，输赢凭运气，带一点技巧。可是现在的币圈呢？你完全就没办法，你的生死就是交易所和项目方说的算啊。网站呀、合约呀、币呀、增发不增发呀、怎么发呀、什么时候拉盘、什么时候砸盘，全都是交易所说的算。而你呢，到最后呢，你连个屁都落不下，你落的只是一串数据一串数字，再加上之前那种比较良性的百花齐放的环境之下，可能会催生出来一些项目方做实事儿。可是现在呢，现在你就不行，现在你必须得给咱们皇上跪下，你不跪下那你就去死。这就跟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老百姓创啥业嘛？老百姓不要创业老百姓就听话照做，躺平被割就行了至于什么做项目呀
创业呀，搞生态呀，那是人家什么省委书记啊、市委书记啊、区委书记说的算，那是人家当官的事情啊。咱们呢，只能跟着吆喝，然后伸脖子被割。现在的币圈涨跌全靠喊单啊，谁发个推，赵长鹏发个推，它就涨了；赵长鹏再发个推，它就跌了啊，完全不是金融规律、市场经济了啊。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敢玩吗？啊？哎，不说这些晦气的东西了啊，咱们来说点积极的。我想说一下啊，关于 FTX 的暴雷啊，有个好消息传出来了啊。首先呢，是 FBI 计划从引渡 SBF， 就是那个 FTX 的老板啊。其次呢，就是网上有消息传出来说 FTX 的钱有可能取出来。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先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今天的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正题啊，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说法啊，说的是经过计算 ，FTX 的钱可以取出来一部分，理由是数据分析机构的分析师他撰文称，在研究了 FTX 的资产负债表之后呢，根据其计算，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都消失了，存款人有可能还可以回收回40%到50%的资产。然后呢，面具人我还特地的去推特搜了一下这个分析师的推特啊，我就发现了，他说的这个40%到50%啊，他后面又更正了，有点出入。他没有算一些，比如说黑客黑掉的钱，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账啊，所以呢，他最终算下来啊，说的是在 FTX 里面提不出来的钱，可以大概能提出来20%左右啊，而且这个是最终由法律给你清算出来的啊，这个金额啊，怎么说呢？聊胜于无啊，不过有总比没有好啊，但是呢，你还要考虑大量的行政费用呀、诉讼费用、乱七八糟的这些磨损，所以呢，你的钱最终能提出来个10%就不错了。哎，面具人我也认了，对吧？啊，我宁愿死磕到底，我就是要跟咱们的皇上作对啊！我就是不想支持邪恶，这事儿我认了，哪怕1毛钱提不出来，我都说了啊，我认了。哎，事情都过去了嘛，咱们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们要着眼未来。可加密货币的未来会怎么样呢？首先呢，面具人我想先明确一点啊，那就是目前所有的什么金融规律呀、技术指标呀，全部都失灵了。你用传统的什么金融周期、金融规律、金融逻辑来看币圈，通通不管用了。目前来说呢，就是皇上说的算，皇上觉得他手里面的筹码不够了，那么皇上就发个推特，制造一下恐慌，让币价整体下跌，然后呢，他就可以铺底儿进场捡便宜筹码。如果说皇上觉得手里面的筹码太多了，该变现一些了，那咱们皇上就同样再发个推，拉个盘，哎，韭菜们一看涨了，哎呀，赶紧，然后呢，咱们皇上就能拉高出货了，啊。这些行为啊，完全是人控制的，跟市场规律没关系，跟这个经济规律没关系啊！一切的涨跌完全看咱们皇上的需求，没办法，现在币圈就是这个样子。那至于为什么币圈会这么容易被操控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啊，现在的币圈可以说都成了推特的开奖工具了，是不是？为啥？本质还是因为币圈它没有承载力，它没有实际价值，它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金融泡沫。哎，你不像是人家那些什么粮食股呀、手机股呀，对不对？人家根本不怕你做空，为啥？因为人家手里有货呀，你随便喊他，你赵长鹏就是把苹果骂死，把三星骂死，他也不会少一根毛，对不对？啊，可是币圈不一样呀，啊。总的来说呢，那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币圈的项目方基本上都是靠借贷融资来拉盘来做项目的，那这里面的泡沫就非常大，牵扯到了要还钱，要给人家分股权，分钱的人有多有少，多了有多少，明白了没？啊，而且呢，这个钱它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撤资。
所以说，这些币圈的项目方啊，他在没有割来韭菜的时候，他自己是没有钱的，他只有债务啊。那他只有债务，他该怎么办呢？啊，一个满身是债的公司，他会做什么事情呢？那就是拿你们的钱来填他的债，听懂了没？啊，这些所谓的项目方，他里面的钱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资产，不管是他项目制作的费用，还是说他那个项目池子里面的钱，都不是他自己的钱，所以呢，他的流动性或者资金啊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它的资金盘面是很脆弱的，任何的资金的撤出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才会造就币圈的这么样的一个，被一个有实力的人或者有名的人啊点一下名他就死，或者说点一下名他就拉，整个币圈啊全靠情绪和资金来拉盘。所以呢，面具人我对现在币圈的底部的看法啊，我觉得是没有底儿，因为底不底的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就看那几个大佬觉得高抛低吸做波段的利润够，那么他就发推操控市场，不管是多少个点啊，你不管比特币是5万、4万还是3万，对吧？他一个波段他能赚10%、20%的利润，那就够了啊。他要的是这个比例，他要的不是总币价。所以说呢，现在币价有多高有多低，对这些控盘的大佬啊，对咱们皇上来说不重要啊。哪怕你比特币跌到5000、4000了，他照样我现在操控市场的成本小了呀，对不？盘面小了呀，是。来，我喊个盘，喊个单，又涨了10%、20%，然后把你们一割。他要的是这个。他不在乎币价的高低，他只在乎百分比的高低，听懂了没？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啊，纯粹的资金盘只是靠想跟什么老板呀、大机构融点钱呀、借点钱来过日子的这种项目方啊，他们的存活空间就完完全全仅局限于作为那些大佬们的附庸，作为他们的白手套，作为他们的舔屁眼的蛆而生存。而就算他们是蛆，他们也是要吃你的血喝你的肉的，明白了没？要么呢就是人家踏踏实实做生意的有造血功能的项目才能独立的存活下去，不然呢就做赵长鹏屁股眼子里面的蛆，舔屁眼就行了啊。99%的都是这种蛆啊。目前真的你很难看到他有自己独立生存能力的项目啊，只有这种项目他有自己独立生存能力，他才不会受老大哥一句两句话的影响，他就死了。但是目前的人都太浮躁了，宁愿做舔屁眼的蛆，也不愿做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能跪舔老大哥赚点轻松的钱，何必辛辛苦苦的卖烧饼、卖炒面呢？对不对？好，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话题又要回来了。各位，现在的币圈基本上都是舔屁眼的蛆了，而且币价对那些大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那现在的币圈到底了吗？现在还能抄底吗？你们觉得呢？觉得能抄底的请留言打1，觉得不能抄底的请留言打2。反正面具人我最近啊是在做一些避险的举措啊，我真不打算瞎鸡巴玩了啊，因为你不管玩哪一个币，这些币的数据你都是相当于在皇上跟前裸奔的啊。祝你好运，再见。